平手。再来，不打了。无论多强的实力，在失传的剑舞面前都不值一提。能见到完整的西楚剑歌，乃是我辈剑客最大的幸运，可比获得一柄好剑要珍贵得多。不染尘，该是你的。 接着，舅舅，啊，走啊！长老，这剑都已经丢了，还留在这里干什么？舅舅，我打他正起劲了，怎么就走了呀？我还觉得那叶鼎之很是有趣，想跟他交个朋友呢。都什么时候了，交什么朋友啊？我不知道你的剑法是从哪学来的，我只知道如果我们再不走的话，就会被那些剑客生吞活剥喽。走。这傻小子，学会了很了不起的东西啊！快追，留下他，那可是西楚剑歌。 你干嘛？快想看！各位，盛会还未彻底结束呢，怎么这么急着要走啊？你要拦我们？你再往前一步，我还能杀了你呢。 送我一个。臭小子！ 趁着去玄登城还有一段距离，赶紧把剑法的事给我交代了。可我总觉得，我们这么一走，好像错过了些什么。别扯开话题，我们能错过什么？错过了一场重逢。 侯府的武学课，我急呀！今天要讲《白羽剑仙传》，正是讲到白羽剑仙纵剑西出，千里救毒的章节，听说可精彩了。在这里。
天下风云出我辈，踏歌今宵尽在言。话说这白羽剑仙头上戴一顶虎头狮子盔，身穿大叶如意连环甲，内衬大红袍，足蹬虎头战靴，胯下一匹白龙马，手使一对护手双剑，那真是威风凛凛呐！从清晨杀到日没，只杀得金银铜铁8大锤，是大败而归。咻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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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哇，白羽剑仙的故事真是太精彩了！下次我经过城匾时，定要仔仔细细的看看上头，到底还有没有白羽剑仙留下的那一剑。试问天下，谁能挡我一人一剑？你们两个刚才听到这句话的时候，眼睛都亮了呢。哼，小姐，该回去了。东君、云哥，我就先走了，夜安。爷，回去了就乖乖睡觉，别再点住偷看画本了，伤眼睛。我才没有呢，云哥瞎说。下一章应该要讲到白羽剑仙与酒仙相识相交，一同游历江湖的故事了，一定更精彩。唉，我也想像白羽剑仙一样，一剑入仙，想干什么就干什么。我也是。哎，我听爷爷说，云哥，你天资聪颖，功课又好，以后定能继承父业，当大将军的。当将军有什么意思？我长大了要去闯一闯那书中的江湖，做一个行侠仗义、无拘无束的剑客。那你也带上我。这怎么行？若是带了你，侯爷岂不是要提刀来找我？不行不行，你爷爷可是所有人知道都要打寒战的杀神。你胡说！我爷爷明明是全天下最温和的人。反正我跟定你了。云哥，你不是我大哥吗？大哥理应带着小弟。那好，我们立个约定。什么约定？等我20岁，你18岁的时候，我们就离开天启，一人向北，一人往南，独自去闯荡江湖。等九剑成仙的时候，便是再见之时。可以吗？好。你要当剑仙，我便不与你抢了。白羽剑仙的好朋友是酒仙，那我就去做那酒仙。那好，我们一酒一剑，快意江湖。一酒一剑，快意江湖。大将军夜雨自恃功高，以权谋私，不敬圣人。有人检举，岂有通敌叛国之嫌？然念其昔年护国有功，超满门，族人流放，夜雨带走面圣。亲子。叶兄弟怎么一个人在这里喝酒？夜风习习，明月皎皎。一个人喝酒，或许更美。那可真是不好意思了。现在多了我一个。叶兄弟认识那小公子？我注意到，
你听到那小公子名字的时候，脸上闪过一瞬惊色。那种惊，不似久闻大名的惊叹，也不像初见英才的惊艳，倒像是久别之后意外重逢的惊愕。王兄不仅剑术高深，观察人也很有一套。只是我也听说，望城山有位不世出的天才，年仅10岁便展露出惊世的才华。想必王兄这次来取剑，便是为了这位小师弟吧？只是小师弟怎么不一起来呢？啊，今日有幸，有此好酒，有此明月，快哉，快哉！叶兄弟，我们还是聊聊别的吧。不聊了，走了。这就走了？有要事，怕晚了就赶不及了。小白梨，醒醒！喂，醒醒！舅舅，我们这是在哪儿啊？天东城地界啊。喏，接你的人都来了。我再问你最后一遍，西楚剑歌是从哪里学来的？温先生，哎呀，嗨。陈副将，你怎么来了？我爷爷让你来接我的吗？把百里东军给我绑起来！放开我！好你个陈生，几个月不见，胆子竟然这么大了！看我如何禀告我爷爷，你这么对我！押回侯府。是。放开我！走。温先生。哎。多谢啊，不客气。不知温先生接下来是入城休息几日，还是直接回温家了？既然来都来了，就去看看我那个妹妹吧，顺便看看小百里下场如何。爷爷呀，你在哪儿啊？爷爷，快来救我呀！爷爷。爷爷呀，爷爷，快来救我呀！你的好孙子被人欺负了呀！赏尽一世勇猛，老来孙子却遭人这般作践啊！哎，你知道我爷爷去哪儿了吗？怎么装哑巴呀？哎，我问你们，是不是我爹让你们干的？说话呀！哎，让。爷爷，爷爷呀，快来救我呀！爷爷，可别，担不起。是子爷。怎么是你呀？我是谁？我是你爹，你说怎么是我？臭小子，还躲！你好大的胆子！你还敢嘴硬？再嘴硬！你这么跟你爹说话的吗？那你这么做，你爹知道吗？别拿我爹压我！那你别拿我爹压我！反了你呀！我跟……我告诉你，你爷爷月前去天启参加大朝会了，没有个10天半个月的回不来。
这镇西侯府我当家。我爷爷不在镇西侯府，是我当家，轮得到你？脑子坏了？你脑子坏了？你个臭小子！你给我站住！还跑！爷爷，爷爷，爷爷！你给我站住！有了小公子在，这侯府才算是有了生气啊！都是你们这群心大的给惯的。你看你现在的样子，越发像个富贵人家的太太，哪有一点以前的江湖做派？那兄长这话说的，我如今不就是富贵人家的太太吗？你不是因为看不惯我这贵太太的架势，连在府中小住都懒得，怎么今天转了性子，愿意来看看了？都下去吧。什么事儿啊？神神秘秘的。剑，真是一柄好剑。我从小到大看过的名剑不少，却没有一柄能够比得上它。哥哥，这是10大名剑中的哪一柄？都不是，这是名剑山庄的少主魏长风新铸造出来的仙宫品剑，不染尘。这是名剑山庄的仙宫品，多少年没见过这等品阶的剑了。所以，今年剑灵开启，你去夺剑了？你要是靠毒夺了这把剑，怕不是要成为天下剑客的仇人啊！嘿，恐怕这天下剑客的仇人要另有他人喽。我是去了剑灵，但是剑不是我夺的，是你儿子亲手夺的。哥哥，你就别拿我开涮了，我儿子才会几招剑法呀，就能去剑林夺剑。我就说你们别总惯着他，这就是你给他抢的吧？怕老爷子不让，推说是他夺的。是真的。好，那你告诉我，我儿子用的是什么剑法呀？西楚剑歌，问道于天。你再说一遍。西楚剑歌，问道于天。这更像吹的了。名剑山庄，无双城，天下的剑客都看到了，或许还不只是天下的剑客。陛下。哦，竹青啊，陛下，何事？这是影宗今日递上来的消息。
当年百里洛尘奉旨出征，破了西楚最后一座城池，西楚剑如双仙战死。现在你告诉我，西楚剑客再次问世，难道说剑如双仙，他们没死？百里洛尘呢？大朝会结束之后，已离开天启，回黔东城去了。用剑的是谁？百里东君。百里洛尘他的独孙。正是。当年，镇西侯奉旨率军讨伐西楚，乃是先帝刻意安排。镇西侯和西楚剑如双仙曾是知交好友，先帝想以此来试探他的忠心。随军的副将是先帝的亲信，身怀密旨。当时，若镇西侯有半点犹豫，随时可以取而代之。然而，那场战役的最后结果，世人皆知：西楚国破，双仙阵亡。当年孤亲眼见过剑仙的尸首。奴才斗胆。如果那场战役活着的是那如仙，便是当年百里洛尘辜负圣恩。西楚剑仙虽然剑法绝世，但不过一介武夫，可那如仙身居要人之术，能让寻常兵士以一敌百，甚至能让濒死之人重新起来作战。正是这等鬼术，才使西楚这样一个边陲小国与我背离相抗。如果如仙还活着，可是比那剑仙更可怕的存在。当年一战，西楚如仙即便没死，也定然身受重伤，不然不会藏身黔东城多年不出。奴才这就派人去黔东城，把那西楚余孽带回来。选若风觐见，这件事就让若风去办办。是，陛下。我当时一到柴桑城，我闻到浓重的血腥味，但是没有办法，顾老三落难，我姓雷，我是雷家堡的子孙，我得救他吧。我当时就进手，我再给他一拳，你知道吧？主要是呢，像我这么英俊潇洒的人看不得弱者，所以顺手把他们给救了。所以，你们此次能够解柴桑危局，靠的全是百里小公子仗义相助。若不是因为我不惜身份的暴露前去保护他，那小子早被燕别天给杀了。不过说到底吧，他的性子特别符合我的胃口，所以在我心里，我已经收他做我的小弟了。老七，你这表情，打什么主意呢？学堂大考，马上就要开始了。你是说，或许师傅的关门弟子，我们的小师弟？可是他再怎么说也是镇西侯府的小公子，这镇西侯爷能让他入天启吗？不可能。再说了，他那功夫啊，差得离谱，他也只有轻功还凑合。我也就是随口一说。咋了？西蜀剑歌重新现世了，而使出这套剑法的人，我们刚刚聊过。你说什么？镇西侯爷会西蜀剑歌？我刚才提镇西侯了吗？小百里
你说什么？那小子会剑术？他可是连燕别天身边的侍卫都打不过的。他不仅会剑术，而且他会的是这世上最出名的剑术。小先生，宫里来人了。哎呦喂！哎呀！你是谁？如何到的这里？抱歉，抱歉，我不是故意闯进来的，我是在躲我家里的人呢。他们不知道又怎么，给我请了个先生来教我，跑着跑着就跑到老爷爷您这里来了。你就直接进来了？对呀，我刚爬上墙，没想到脚底一个打滑就摔进来了。就是那，这，我明明是摔进了院子里呀。我在院外设了阵法，寻常人是到不了这儿的。你既能破我阵法，说明你我有缘分。你可愿拜我为师？老爷爷，你要教我什么？教你什么？又是武功，没兴趣，没兴趣。那你我缘分便只能到此了。去吧。你能识酒？我可是以后要做酒仙的人。那小酒仙，你来闻闻。哇，好香醇的酒，哪里买的？我也要去买。这酒可是买不到的，是我亲手酿的。我拜先生为师，请先生教我酿酒。师傅，我是不是给您添了个天大的麻烦？东来。小公子，不是东来了。东来人呢？我这院里什么时候来了个女眷？东来是小公子的心腹，被世子爷调到西院去了。瑞儿是从别院调过来的。我爷爷什么时候回来？今日听府上送信的人来说，怕是还得3、4天吧。等不了了，我得马上去见师傅。瑞儿。你立刻前往洛城巷，找个叫做怀仁的药铺，通知里面的人，快马加鞭，一刻不停地往天启方向跑，直到遇到侯爷的军队，听到了吗？哦，小公子，您这是想让老侯爷早点回来替您撑腰啊？我可是世子妃的人啊！别演了，我娘亲肯定是装的骗我爹，好把你安排在我的身边，都是自己人。天哪，到底是谁给了小公子这样的自信啊？当然是我跟我娘亲这么多年来的默契啊！
臭小子，看我怎么收拾他！昨日，哥哥同我说，他们回来的路上先去了剑林。嗨，我觉得大舅哥啊，这事做的没问题，是该让东军长长见识了，不然真成了废物了。他们去了剑林，抢了一柄仙宫品的剑，是东军自己夺的。哥哥什么也没有做，用的剑法是西楚剑歌，问道于天。百里东军啊，百里东军，好你个百里东军！世子爷，好久不见，这么着急是要去哪儿啊？臭小子，你竟敢出来了！谁把你放出来的？谁？我。爹，把百里成风绑起来。是。哟，世子爷，您怎么在这儿啊？被绑的还开心吗？要不要去柴房休息休息？嗯。东军，娘。父亲，成风好歹是世子，洛邑知道您疼爱东军，但现在面子也落了，罚也罚过了，就给他松绑吧。是啊，父亲。哎，我有让你起来吗？东军啊，你觉得呢？那便给世子松绑吧。东军，你出门远游，最近可有什么收获呀？收获可大了，爷爷，您听过一首诗吗？啊？风华难测清歌雅，琢磨多言凌云狂。柳月绝代莫尘丑，卿相有才留无名。哦，北篱八公子，他们可是鼎鼎有名的大人物啊！不错，这次我就见到了其中的清歌、卓墨、凌云、柳月、莫尘这5位。不光如此，我还帮了他们一个忙。哦，来，东军。据我所知，他们平日都在天启城啊。这次他们是为了顾剑门而来，为了兄弟千里赴柴桑，仅凭这番义气，就十分值得我结交一番。东军啊，听你舅舅说你去剑林夺了一把剑，你不妨跟大伙说一说你在剑林的见闻吧。哦，那剑林，那叫一个气派宏伟。我不过是阴差阳错的得了一把好剑。哎，怎么了？哎呦，我这个昨天一晚上在柴房睡的，那蚊子嗡嗡的都没睡好觉。还有爷爷，你这一路舟车劳顿，一定很疲惫吧？不如我们今日到此为止，各自回房歇歇。你看，东军啊，你长大了，懂得照顾爷爷了。好，赶紧回去休息啊。
你也先回去休息。是。父亲，东军在剑林，我早知道了。风雨欲来，我们镇西侯府还能为他筑起一道铜墙铁壁。父亲，只要你一声令下，我们破风军直指天启，儿子必先策马当先，身先士卒。你这什么意思？你以为我要造反？这不是造反，这是征伐天下。既然是这样，那你的声音得大声点啊，好让天下人知道我们镇西侯府要造反，好让某些人可以在晚上提着刀，趁你睡着的时候给皇上献猪。父亲，当年叶宇大将军一片忠心，却背无谋反，最后落得满门抄斩的下场。如今我们得先下手为强，是吗？程峰啊，一个真正经历过沙场的人，没有人会想回到那个地方。一个真正懂得战争的人，绝对不会轻易地发动战争。人的欲望是无止境的，可那士兵身上的血洒出来都是热的呀。那西楚如仙，你是想说当年我留守？你错了。当年一战我没有留守，但我也不清楚为什么到现在他还活着。那方才你还放东军走，他分明要给那如仙报信。西楚可是我们破的呀，你就不怕他？如果那个真的是西楚如仙，他就不会为这事儿怪罪东军。父亲，回去好好休息吧。父亲，最后一个问题，你想问，你是不是我的亲生儿子是吧？这还用问吗？我不一定是你亲儿子，但东军一定是你亲孙子。好了，我知道你想问什么。你想说，纵使我们没有造反之心，但这城外那些天启人不怎么想。不错，若是他们来了，那当如何？那便等他们来。这小滑头，师傅，东军回来了，此次出行可完成心中所愿？师傅，现在不是说我的时候，我好像给您添了个大麻烦。什么样的麻烦才算是大麻烦？师傅，在剑林大会上，我用了您传我的那套剑法，但天下剑客竟然都很震惊似的，说是什么失传已久的绝世一剑。师傅，虽然这么多年来您从未提起过您的来历，但我有一种直觉，您的身份一定不一般。那套剑法又那么的特别，他们一定会想办法来找您的。我何时传授你剑法了？师傅，我只是记得有一次我喝醉后见到您舞过，我之前还以为那只是我的一场梦，但这一次在剑林我喝醉之后，便自然而然地使出了那套剑法，就好像
就好像种在我的脑子里一样，不用回忆，也不用思考，仿佛不是我在用剑，而是剑在控制着我。拿着。闭上眼，感受它。别人练就10年，而你只需看上一眼。你知道为何吗？难道是因为我也是天生剑胚？好吧，我不知道。不是因为你是天生剑胚，而是因为你是百里东君。而百里东君是因为我是百里东君。师傅，我不明白，已经有很多人这样说了。我是谁？我是百里东君。可为什么是我？因为我是百里东君。以后，你自然会明白。东君，匹夫无罪，怀璧其罪。你想要学剑吗？想。师傅。我想学剑。云哥死后，我的行事越发乖张无度，爷爷一直纵容着我。我知道，他和我的想法是一样的。作为手掌兵权镇西侯府的小公子，我越纨绔，天启城那卫便越放心。爷爷不希望我走上云哥的老路，但是这一次我见到了真正的江湖人，见到了很多很厉害的人。或许仅凭现在的我，还不足以名扬天下。还不足以守护我想守护的人。师傅，我也想仗剑去江湖上走一走，管他的圣心难测。百里东君，绝不做安居一隅的笼中之雀。你能如此想，为师很欣慰。既然你想学剑，那为师便教你。这世上除了学堂李先生，没有人比你师傅的剑术更厉害。东君。你先回去，等下次见面，为师便将真正的西楚剑歌传授于你。可是师傅，若您还留在这里，怕是会有危险。放心吧，既然木已成舟，那索性不去躲他，便是等他们来，又如何？小姐，算算日子，白发紫衣大人应该已经回到天外天了。二小姐若是看到了他们，却没有看到小姐，指定要发脾气了。我让白发他们先走，是想看看北阙曾经的山河。晴儿知道了缘由，她应该就不会生气了。小姐，那儿有一户人家。进来。禀无相尊师，西楚剑歌问世，天生5脉也找到了。剑仙当年已死。
尸体挂于城墙，我亲眼所见。那能将西楚剑歌传世的，只剩下了儒贤。儒贤，要人之术，我们复国指日可待。小姐，他们供奉的是咱们北阙的勾陈大帝，他们是我们北阙的子民。方才看到牌位上的生卒，娘子的夫君和公公，可是死于15年前。夫君和公公，因15年前北阙和北离一战，死在了沙场上。那你们有没有想过？如若一日北阙光复呢？北阙光复又能怎么样呢？我的丈夫，我的儿子都没有办法再回来了。而战争一旦又开始，又会有多少人失去他们的丈夫和孩子呢？复国到底是为了什么呢？小姐，你在想什么呢？再往北20里，便是故都了吧？每年元宵，花灯满城。我原以为那是人间最和美的景象，可是好像，不论它还是不是一个国家的都城，不论执掌它的还是不是那个人，若是10年安稳，到了元宵，依旧还会花灯满城。人生短短一回，北阙一名需要的，或许并不是北阙，而是像今夜一样，没有纷争的安稳吧。西楚剑术大道朝天，世人皆仰，退而让之，寻其轨道为我所用。若危及百里，退。父亲啊，父亲，我也想见见真正的大道啊。父亲传来的消息。父亲说，大道之下还有鬼道，大道留给世人，鬼道留给温家。鬼道是指什么？我也只是听说，却从未亲眼见过。据说是西楚的要人之术，若真有此术，鬼神俱至。可是若拿不到呢？我也很好奇呀。若真拿不到，妹妹是帮百里家，还是温家呀？哎呦，那我到时候就问我儿子，他让我帮谁，我就帮谁。放心吧，父亲也说了，若危及百里，退。父亲说的是退，而不是住，说明他也意识到了这次事情不一样了。父亲是父亲呀，我是我，百里家我不管，我妹妹不能有毫发损伤，我外甥更不行。除非我温户就先死。
也不知道司空长风怎么样了。前辈，先别忙着谢我啊！我又没说要救你。我问你，是不是这温壶酒让你来的？他是不是说，我一看到你这一身毒，就会拼尽全力的救你，证明我自己比他强？等着毒一解，你身上的旧伤复发，我以为是他留的后手，还会竭尽全力的再救你一次。完了呀！ 温前辈只说这样药王会救我，没说被识破后要怎么办？哼，你这一身五毒，天下仅此一家，别无分号。除了他，谁还能这么无聊？哎，你乱动什么？前辈既然不愿救我，那我自然不会久留。我又没说不救你，不过。 我有个条件。什么条件？按理说，你这病早该死了，是什么让你活下来的？难道有名医相救？我哪经得起什么名医？不过是看了一本医书，循着法子采了些草药，胡来治罢了。果然，还真有学医的天赋。那正好。 我谷中正缺个制药的小童子，为我端茶倒水。等我100年之后，继承我的衣钵，做个小药王。你呢，做童子倒老了点儿，不过我这里没什么人，勉强用用吧。告辞。哎，行，就半年，我救你一命，陪我半年不成吗？只需半年，就半年。 就怕半年以后，你舍不得走。好。怎么了？哦，小先生，是卓墨公子。 吃全东吗，宝宝？我就知道，以你的性子，一定日夜兼程，马不停蹄的往这儿赶。然后方才呢，我又掐指一算，你必定会途经这里。怎么样？我这时间地点算得不错吧？夸夸我。父亲，天启城来的人有消息了。学堂小先生，哎，
我说我亲爹呀，太阳还没出来呢，你干嘛呀？你舅舅说，你要学剑法，赶紧滚起来练剑。臭小子，还换了个地方睡，不像个样子。拿好你自己的剑，剑客的剑不可以随便离手。你要教我剑？这不是很显然的事情吗？我不要你教我。怎么，还看不上你老子了？你看看，这剑如何？仙宫品的剑，自然绝顶。自然就是了。我既有仙宫品的宝剑，那自然要全天下最厉害的人来教我。我听说如今世上最厉害的人乃天启城稷下学堂的李先生。我去不了天启城，找个差不多的人来教我吧。臭小子！我说过，剑客的剑不可以随便离手。还我！还给你了，你倒是用啊！哼，我用。你这也叫做用剑？哼，再来！来什么来？你先学会怎么拔剑吧。哼，这不就是拔剑吗？这才叫做拔剑。这便是我所习的瞬杀剑法之起势。师傅教我的剑术，我只不过才练得皮毛，但是我却记得他跟我说过的一句话：刃出必有因，归鞘必有果。剑气如惊雷，雷息杳无音。你要记得，你出剑是为何而出剑。从今日起，你的衣食住行皆在这后院解决。等你的拔剑术练到能将这个稻草人斩为两截的时候，你才可以从这里走出去。不就拔个剑吗？还挺帅。我就想不明白，为什么我们非得特意换上这身衣服呀？因为先生说过，白衣胜雪，公子如玉，这才是学堂应有的风范。我和你可不一样。
我最讨厌穿白色了，主要洗起来麻烦，而且你知道吗？若是真的染上灰尘的话，那就和先生口中的公子如玉四个字一点都不搭样。先生早料到你会如此抱怨，他让我告诉你，这叫仪式感。你和老侯爷把东军藏在后院练剑，只是为了躲那一个人吧？学堂小先生。这个小先生，可不只是学堂小先生啊。那区区一个后院，还能藏得住东军啊？哎，他要是真的一剑，把那个稻草人给砍了呢？就算他再有天赋，短短几天内根本摸不到拔剑术的皮毛。没有内力作为根基，给他1个月也不够。若是他已有内力呢？九爷，这怎么可能啊？世子，何事如此着急？学堂的使者到了。这位，应该就是镇西侯世子百里成风吧？他就是百里东军的爹？他可是个厉害角色。世子爷，小先生，久仰。内力？东军怎么会有内力？他似乎还不知道。能在人不知情的情况下，以酿酒作为掩盖，为其打下内功根基，催生功力。这也许就是父亲所说的鬼道吧。小百里还能藏多久呢？怎么样，还行吗？可是小公子，这稻草人没变化呀？怎么可能？能连一点变化都没有呢？不应该呀！我明明用了很大力气啊！这什么破剑呀，还仙风品，连个稻草人都砍不动。不拔了。哎，小公子，这次可不能再出去了。上次世子爷就已经起疑心了，这次我再把你放出去，咱们是一伙的，这事儿就露馅了。行，那我不走，你让我爷爷过来救我。可是侯爷早上已经来过了呀。我爷爷来过了。嗯，他还在外面看了一会儿，说了句不错，就往军营去了。就连我爷爷都被收买了，好，气死我！哎，瑞儿，
那你说，我从这个院子里出去最好的办法是什么？把瑞儿打晕，强行出去，或是练成拔剑术。萧公子，不就是拔剑吗？拔！这位是？我也是学堂的弟子，不过呢，我不是这次的使者。这次我来黔东城，不过是想找个朋友叙叙旧罢了。世子爷，您就当我不存在就是了。这是我的一位师兄，江湖出身，说话一向如此，世子爷见谅。原来也是李先生座下弟子啊！千万别被那老头的名号给唬住。他呀，不过就是一个又普通又矫情的老头。你知道有多矫情吗？我也不乐意带这玩意儿，但没办法，学堂的规矩。世子爷，千万别怪罪。严重了。不知小先生这次来黔东城，是想带走几个人？若是小先生，他只想带走一个人。学堂果然严苛，小先生千里迢迢来到我们黔东城，就带走一个人。世子错了。哦，错了。世子，我问你，我们北离国一共有多少座城池？大大小小163处。学堂最少的一年入了1个人，最多的一年入了6个。天下之大，不知道有多少人都慕而趋之。况且不论天下，单论这天启城，就有无数的世家贵族、江湖游侠前来拜学。所以，我要从黔东城带走1个人。这个数字不是少，而是多，太多了。若是没有呢？那就只好劳烦世子随我回一趟天启城了。世子的天赋，先生时常称赞，就是年纪大了些。哎呀，不拔了，不拔了，累死了。哎，改日再拔，改日再拔。好。瑞儿，把我酒拿过来。侯爷回府。镇西侯爷，请坐。两位千里迢迢来到我镇西侯府，还带着那薄纱，难道不想让我看到你们的脸吗？
此次来镇西侯府，我只代表学堂。我听犬子说，今天小先生来意，我破风军内确实良才不少，待会儿我一一安排，让小先生细细挑选。不急。哎，怎么没有见百里小公子啊？哎呀，我这孙子太顽皮了，前天去了城外玩。小先生，你就不用搭理他。你先别说话，听我说。我呀，我不是不会拔剑，我只是不想拔剑，懂吗？干！这，我的剑呢？剑。小公子，要不今儿就算了，我去和世子爷说，也不用。时间刚好，我感觉我浑身上下充满了力量。小先生，客房在这边。你有没有感受到一股很强的内力？我们终于见面了。哦，我们见过。你是谁？我姓萧。在下百里东若君。我知道。关于学堂之事，我想，我心里已经有了答案。世子殿下，方才小公子那一剑很好。终究是没有拦住我。其实你从一开始就应该知道，
藏不住的。区区10日，东军的剑力怎么会增进到这个程度？难道真如你所说，他体内有着一流高手的内力？瑞儿，世子爷，小公子在拔剑之前做了什么？小公子什么也没做，只是喝了酒，喝了好几个时辰，把他窝里藏的所有酒都给喝光了。和上一次在明剑山庄一样，他也喝了不少的酒。看来，在他处于晕醉状态的时候，他体内的那股力量就出来了。都是那人所为。既然作为小先生的事情已经完成了，那么我也该去完成父皇交代我的事了。我随你同去吧。你呀，还是在这里看好我们未来的小师弟吧，免得他又被藏了起来。儿子无能，还是让他发现了东军。他就只看了一眼就走了。侯爷，世子，小先生已经离开侯府，往那个院子的方向去了。他已经开始行动了。他已经表示清楚，这次只是为学堂之事来我镇西侯府，那就表明陛下根本没有为这西楚如仙向我发难，也只是派他最信赖的皇子悄悄把如仙这个事情给解决了。长风，等他们进了宅院，多派些人封住所有出入口，无关人等不能进出。稷下，你为学堂而来。晚辈也想是为了学堂而来，但很可惜，我来这里是为了朝廷。若为朝廷，当如何？先生是西楚余孽，理当收押，交由大理寺治罪。这件事可以交给很多人办，地方督府、大理寺、太子直率的隐卫司，为何会交给你一个学堂之人？我猜，你的身份一定很特殊。你姓萧，他让你来，是为了让你累积功勋，累积抓走我这个西楚余孽的荣耀。先生，果然是与师父齐名之人。你在皇子之中排行第几？第9。身为练剑之人，晚辈敬仰先生，但这和我要带先生走是2件事。你觉得你能够带走我？晚辈想试试。对了，我叫萧若风。好，萧若风。
是如此，学堂李先生所传的剑术，就只是如此。我师父有一剑，叫天下第二，他的剑我学不会，亦挥不出那天下第二，但我也有我自己的一剑，剑名天下第三。好一个天下第三！那便请先生试我一剑。舅舅，你怎么来了？睡得可香？别来无恙啊，小东君。雷大哥，你怎么也在啊？哎，等等，我刚刚睡着前是不是遇到了一个人？他跟我说他姓萧，难道是我做梦了？他是九皇子萧若风，也是学堂小先生。此人是来找师傅的。哎，你很聪明，但此人也是来找你的。我要去找我师傅。哎，你终于肯承认你有这么个师傅了。我必须要去救我的师傅，哪怕是拼上我的性命，我也要去。舅舅，我给你10坛梅书香，你放我走。20坛松林雪，30坛净水月，外加这柄不染尘，一起给你。剑我就不要了，哎，但是你刚才说的那些酒，1坛都不能少。走。卓墨公子，你是要拦我们吗？我记得他好像是逍遥天境，我打不过他。与君同行吧，嘿。剑士。你们2个掩护。这样的你，凭什么带走我？见过先生，方知何为云泥之别。是若风狂妄了。少年人理应狂妄，理应不惧。你是个好苗子，我不会杀你。我时日不多了，对你们北离造不成什么威胁。此生最大的愿望，便是将我的剑术传给我的小徒弟罢了。那北离便更不会放过你，毕竟
您的徒弟姓百里。谁？无法。既然你们都知道我的身份，那么凭什么以为自己能够带走我？当年你以1剑赢万甲，西楚国破后，世人也以为你早就见折身死。这种情况下，即便你苟活下来，想必也会受到极其严重的内伤。设若你依旧如当年一般功力高深，那为何这么多年你不现世，又为何不为西楚报仇？所以，虽然你还活着，想必你的功力也不是当年那般了，是吗？畅言小计。已是许久，未曾真正出剑。父亲，你来干什么？我来救我的师父。你知道你的师父是谁吗？他究竟是谁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，他永远都是我的师父。我确曾身受重伤，但这几十年间，我已重续经脉。今日拔剑，愿求一战。如仙，你死到临头了，还敢虚张声势？如仙，乖乖跟我们走吧。黔东城小霸王在此，谁敢伤我师父？你受伤了？先生对我留了手，无妨。不好意思啊，各位，温家温壶酒来晚了。又是你们，阴魂不散。尊师，他便是拥有天生五脉之人。看来今天的收获还真不少啊。东君，退下吧。你现在还打不过他们。如仙，且慢。这两个人不是什么善茬，先生的身体瞒得过别人，却瞒不过我温壶酒。只怕此战之后，多谢你。不过或许这是最好的两全之法。路已走到这儿，就让我回忆起年轻时的力量吧。
学会西楚剑歌，问道于天。如今，师傅教你他的下半部分。看好了，他叫大道朝天。明月落雨滴，得成仙人场。仙人欲何去？遥指蓬莱巷。此乡因何有？玉石碎琳琅。千金琉璃盏，美人系腰蔓，所欲皆得偿。仙人得闻后，四顾空茫然。弗然振剑环，碧血尽残阳。原来，这才是传说中的绝世之剑。我年轻的时候，以为只要练了绝世剑法，就能纵横世间。后来才发现，当拥有绝世剑法，便需担起承天之责。遗憾的是，最后还是没能护住我的故国。东君，大道朝天，你要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道。等你找到了自己的道，你就一定会像你所说的那样，名扬天下。师父。5年之内，你们绝无恢复功力的可能。如仙，你为了你这一剑，值得吗？或许，我还有第2剑。今日得见先生，方知天地之广阔。师父。
诸位，能不能给我和我的小徒弟一个单独相处的机会啊？先生，再会了。小白梨，替我向你娘辞别。明年春日再过来找你饮酒，保重。师傅，东君，陪师傅喝上一杯。这些年来，多谢你的陪伴。东君，替师傅去一趟天启城吧，酿一壶桃花月落，挂在天启城最高的地方。不，师傅，我带您去，我们一起去。您亲自挂上去好不好？哭什么？师父早就是应该死的人了。当年是师兄用自己的命换了我的命，可即便如此，我也只是强弩之末，全靠一杯药酒续命罢了。东君，人呢，只要背负的太多，就不那么自由了。说来也是矛盾，我既希望你可以自由自在，逍遥不羁，也希望你可以名扬天下，成为真正的英雄。好，我答应你，但是你要活着，看着我名扬天下才可以。东君，是龙终究会腾飞，是英雄，光芒便藏不住。不管师父在与不在，都没有什么影响。不，师父，还记得你第一次闯进这院子的时候，我便觉得与你投缘，想都没想，便收你做了徒弟。可谁曾想，你竟是百里洛尘的孙子。不过现在后悔也晚了。我这一生从未做过一件冲动的事情，只有那天是个偶然。你是谁？如何到的这里？抱歉，抱歉，我不是故意闯进来的，我是在躲我家里的人呢。他们不知道又怎么，给我请了个先生来教我，跑着跑着就跑到老爷爷您这里来了。现在想来，
这便是缘分吧。师父。这是凤凰树，是西楚的国树。可凤凰非梧桐不起，纵然是什么人世如仙，没有了西楚的土地，便留不住这凤凰。你能识酒？我可是以后要做酒仙的人。东君，人生注定会充满了离别。你这一生还会经历许多这样的离别。我拜先生为师，请先生教我酿酒。再见了，我的徒儿。师父，师父，师父。师父，师父，师父！父亲，师父，师父！东君他，放心吧，今日以后他就懂得什么叫真正的江湖。恣意飞扬的八公子不是真正的江湖，剑林的剑客风流也不是真正的江湖。师父，师父！只有今日他所看到的这一切，才是真正的江湖。回去疗伤吧，我们在家等他回来。从此以后，这世上便再没有这样一位可以风华动天下的儒仙了。无论敌友，这都是一件令人遗憾的事。
其实，他本可以不死的。是啊，他本可以不死。他已是油尽灯枯之躯，可若他不出那一剑，便可以再多活数年。可他不愿重燃战火，亦不愿背叛故国，甚至不想连累镇西侯府，所以他故意赴死，为的是破局。我们可以想得更简单、更浪漫一点。啊？或许，这就是一个老先生对他徒弟的教导与爱。你虽然经常说一些废话，可是刚刚那句说得很好。哎，你是不是又讽刺我？没有。行了，老切。话说你奉命调查此事，但如今如仙已逝。以你之能，应该已经想好了如何去禀报，既能抚平你父皇的担忧，又能保住这黔东城的安宁。那我们现在，朝廷的事了了，现在只剩下学堂之事。不知道侯爷可考虑清楚了？一定要东君吗？是啊。我可只有这一个孙子。侯爷，我知道您的顾虑，但是我对您说过，我此次来见您，仅仅是以学堂小先生的身份，这与我前些日子去寻古城先生是两回事。我想要百里东君，也仅仅是因为我觉得他是家师一直苦等的最后一位弟子。我这一辈子最疼爱的就是这个孙子。我的愿望就是让他远离纷争，一辈子在黔东城无忧无虑地做富家子弟。为什么你们非要把他推进深渊呢？只有傻子才能一直无忧无虑的吧？大胆！你说什么？不是不让你说话吗？我是说，只有傻子才能一直无忧无虑的。每一个人都会长大，人只要一长大，他就不可能无忧无虑的。他不久前才亲眼见到自己师父的死，你觉得他有可能当做什么事儿都没发生过吗？不可能。况且他现在是西楚剑阁唯一的传人，全天下的剑客都把他当作目标。你镇西侯府能护得了他一辈子吗？若论剑术，就算学堂高手来了，我也不惧。内子承袭温家毒术，放眼江湖，又有几个敌手？他要练武，在我们这里便是，即使学到8分，谁能害他？学堂李先生如何？那你就让李先生来跟我说。他这个人不讲道理啊！我若讲道理，还能生出这样的儿子来？世子，其实我觉得师兄所言颇有几分道理。哼，在黔东城学剑，他永远是那个万人之上的小公子，纵使学有所成，不过是一柄漂亮的剑罢了。未经生死，徒手可折。况且，百里东君似乎被一伙不明人士给盯上了。昨日我们便是在古城前辈处遭到了那伙人的袭击。那伙人来路不明，但是武艺高强。他们不但想带走古城前辈，还想带走东君。如此前有狼后有虎的危局，你们能护得他一次，还能护得他几时呢？
昨日我也听程峰说过了，这帮人套路确实诡谲，颇为难缠。世子，当年世子学剑也是离家千里求学，难道偌大个镇西侯府中再无高手可教了？天启城的确是个吃人的地方，但是天启城也是少年们展翅腾飞最佳之地。我相信百里东军。你说的有道理，但我不同意。这样吧，我们问问东军。父亲，侯爷通礼。王爷，世子，不好了！刚刚小公子抢了马，跑出府了。啊！哈哈哈哈哈！跑得好，跑得好！侯爷，如果我是执意不让他去天启，我又何必面上虚与委蛇？他去哪儿了？出城了吗？没有没有，公子说他要踏遍乾东城。失礼了。行了，我们去看看。小公子，今儿去何处玩啊？今日哪儿也不去，就骑马。刚出炉的红枣糕，小公子接好了。这，小公子，你要骑到几时啊？骑到落日黄昏，骑到月升星落，骑到身下这烈风居，踏遍乾东城的每一片土地。这。头儿，追不追？追！慢慢的追，千万别追上我啊！头儿，你又追上过几次啊？其他时候我不管，但这一次一定不能追上。这一次，让我们跟在他的身后，做一次他的护卫。真是一匹不好驯服的野马。看来去不去天启，东军已经有了答案。有的人就是这样，参军可以当将军，苦读可以中状元，若是西路，可以做那绝世的高手。不必问他能做什么，只看他想做什么。有这样优秀的后辈，侯爷和世子爷还担心什么呢？九王子殿下，但是你把东军带走，可真的只是为了学堂之事啊？只为了学堂。好，东军此去天启，不要牵扯到任何朝堂之事。你可否答应？侯爷放心，我萧若风愿以性命担保。多谢。不错不错，够畅快。有我当年和顾剑梅一起马踏天启的风范了。么，世子妃，有什么事儿吗？世子妃，你干什么？这是我自创的毒，叫做温香暖玉。若是东君学成归来，安然无恙，
我便给你解药。若是期间出了什么意外，放心，中了我的温香暖玉的人会死得很舒服。我来了，天启，副将陈升，盼望小公子学成而归。我方将士盼望小公子学成而归。我方将士盼望小公子学成而归。司空长风，不知道的人还以为你上山去打架了。你看你这架势，怎么就没有一点小药童的样子呢？我不是小药童，新百草，你再这么叫我的话，小心我一枪给你打晕过去。那，你的草都给你采好了，自己检查吧。哎呀，嚯，果然有学艺的天赋啊，挑的半点都没差。按照我说的分量，自己去熬了吧。什么？这草我自己摘，药得自己熬，这病看得够累。你付诊费了吗？没付。没付诊费，当然要自己熬了，自己动手。哎，哟，这药王谷里还有信鸽呢。那当然，不过这封信是给你的。给我的？司空长风还活着吗？哼，这人说话够直白的呀。还活着的话，别来乾东城找我了，我去天启城了，有机会来喝我新酿的酒。没了。这人挺有意思的，他是谁？他呀，他就是我跟你说的镇西侯的独孙，百里东军。不过他为什么这么快就离开了乾东城？他的家人不是不让他去天启城吗？信上是什么也没写。看来你很关心他呀。那是当然，他是我好朋友。哈，那行，继承我一半衣钵后，你就可以去天启城了。年轻的时候，谁都想去天启城，也谁都该去一次天启城。那里是龙蛇盘踞的地方，也是少年人乘风入天的地方。照你这么说，你年轻时候也去过天启城？哎呀，那个时候，皇帝生病，太医院治不好，3天杀了10几个太医。我师父就派我去出诊，屋内是快死的皇帝，屋外是随时准备拖我出去砍头的长刀侍卫。可是我握针的手，一点都没慌。后来皇帝的病治好了，我说过，只要人没死，在我这儿都能医。有意思。我也一定会去天启城。你知道他为什么不肯进来马车里坐？他不是说了吗？他和人约好了，要看看这沿路上的
大好河山。不是吧？不是吧？这种理由你也相信？还不够明显吗？你想想啊，你千里迢迢从天启城跑来抓他的师傅，现在他的师傅死了，他难免会把这事怪到你的头上。你这么一算下来，就是他的杀师仇人。我抓他的师傅，和他的师傅死了，是两件事。如果连这都分不清的话，那他就不是我想要找的人，也不是师傅所需要的弟子。得了吧你！你想想啊，他再怎么说也只是一个初出茅庐的孩子。你以为人人都跟你似的，18岁的时候心思就那么心思就那么的细腻啊？越过前面这个山坡，可就再也见不到钱东城了。我小的时候觉得钱东城很大，怎么也逛不完。稍微大了一点呢，就觉得钱东城也不是很大，骑上个小半日的马也就到头了。现在看来，钱东城确实很小，小到我再走远些，便再也看不见了。那有好好的跟父母告别吗？我父母他们不肯见我，说要见就等几年之后回来好好的见。只要爷爷和我说了些话，他说若是我受了欺负，就传信给他，他便会带上破风军，马踏天启，来给我出气。侯爷是真豪迈。我是不会让他那样做的，那样不就是谋反了吗？所以，在这天启城里，我一定会好好的。传回钱东城的，也只能是我名扬天下的好消息。自然。来，喝茶。多谢。哎。这一路你也没有看我一眼，也不同我说话，为什么？如果日后你真的进了学堂，还得叫我一声小师兄。你的考学品行都与我息息相关，到那时候，你可不能像现在这样，想不理我就不理我啊！我不是不想理你，我只是有点害怕，害怕你会一直认为我还记恨着你，所以啊，有点尴尬。还是孩子气。不，这叫少年气。好，那你且说说，为什么你觉得我会以为你记恨我？因为你来了，我师父死了。哎，这是事实。可这却是两件事儿，这两件事看起来有着脱不开的关系，但归根结底，若不是一开始我的剑灵舞剑，大家也就不会认为我的师父还活着，深藏钱东城，那我的师父也就不会死。所以这么看起来，真正害死我师父的人是我呀！哎，你千万不能这么想，你要这么想就把自己给绕进去了。唉，放心吧，若我真是一直这么想，也就不可能走出钱东城了。我真正的杀师仇人，是那两个不明身份的无法、无天。对于这一点，我非常的清楚，所以还请雷兄，还有小先生，不必多虑。你看看，明事理，
不愧是以后要做我小师弟的人。你的话还没有说完。不错。尽管我想了很久，并且想了很多道理来说服自己，可我的心中仍有一股怨气。若不是你来，或许我的爷爷加上我的舅舅就能护住我的师傅了。所以，我心里仍然很想打你一顿。好，那便等有朝一日，你能打得过我的时候。好，一言为定。一言为定，一言为定。你小子好大的口气啊！你可知道我们萧若风可是李先生座下最优秀的弟子？我呢，虽然比他早入门几年吧，但我却不是他的对手。等你要能打得过他，估计也得等你七老八十了吧？很快他便不是先生座下最优秀的弟子喽。哦，为何？因为那便会是我了。哈哈哈哈！来。公子，公子，说，学堂的文书到了，是让你担任这次学堂大考的初试考官。来人还特地强调了，这是知会，不是商量。师父明知道我并不喜欢抛头露面，却非要让我做什么初试考官，还真是老顽童啊！这就叫能人之所不能，不能人之所能。简单来说呢，就是为了捉弄我们，为难我们，以此为乐呗。哎，你说这百里东君入了学堂之后，发现他未来的师兄，他早就认识了，会不会很失望啊？公子，你说，就算是小先生选出来的人，也得要通过学堂大考才是。可为什么听公子所言，好像这个人就一定会是百里东君？这是个好问题。是个好问题，你倒是回答呀！看来，这初试的题目，我要好好想想了。天启城总算到了。我以前住过天启，却从未好好看过这城门。听说当年白羽剑仙也曾问见天启，救下他即将被砍头的徒弟。临走之前，还一剑把这牌匾给砸了。世间高手，无一人敢拦他。这个故事是真的。我也要这样。啊，这可不行啊！这是杀头的死罪啊！那当年白羽剑仙被杀头了吗？呵，谁杀得了他的头啊？他呀，可是剑仙啊！那就等我以后也成了什么仙，再一剑把这牌匾给劈了。我以你们二位先行到这儿，二师兄，送东君回学堂，我先进宫了。驾！走吧。驾！驾！天启城啊，路还是那么宽，比钱东城大太多了，真适合畅游一番啊！是啊，遥想当年，我与顾剑门也曾在这天启城中并肩游赏，如今你却被顾家使作事，
千百于西南岛。既然你有意探寻此间风物，我便先行返回学堂了。小姐，二小姐，姐姐，鲜切的山牛、羔羊肉，还有薄如蝉翼的鱼片，男爵财产的凤菇，我先吃什么好呢？先吃什么好呢？我就知道阿姐对我最好啦。是当二小姐心心念念着，小姐一大早就暖好了锅，炖好了肉。那当然了，她可是我阿姐。不着急啊，好吃的可多了。姐姐这次去了好多好玩的地方，带回来好多新鲜玩意儿。江南的3米花糕，朔风的9曲花肠，你想吃什么都有。姐姐，我都想吃。哎，你们这次去柴桑有遇到什么好玩的事儿吗？据说那里繁华至极，还盛产美酒。阿姐，你有带回来吗？青儿何时这么喜欢喝酒了？这次去行程匆忙，倒是忘了带。哎呀，无妨，下次再去嘛。小姐，小姐，二小姐，是莫奇轩呀，坐下来一起吃啊。出去说吧。何事？百里东军已经到了天启。天启。现在这个时节，他是要……没错。学堂大考。仙儿，有什么事儿，阿姐他们需要出去说呀。你们此次出行有遇到什么事儿吗？阿姐总是心事重重的。小姐她……哎，仙儿，你待会儿再去帮我拿一盘羔羊肉，那个肉太好吃了，还有那个凤菇也拿一点。知道了，知道了。你刚刚说姐姐怎么了？没什么呀，你就踏实吃吧。你姐姐啊，什么事儿都没有。小姐，不能再犹豫了。她若是真的进了学堂，她若是真的进了学堂，有了李先生的庇护，我们北阙就再也没有机会了。来天启第一件事儿，雕龙小柱，驾！
竟敢在背后偷袭本小爷！碉楼小筑的秋露白，你刚刚说想喝，现在还想喝吗？想。嘿嘿，我不让你喝。哎。你这人，嘿嘿嘿嘿，天启城，你才走了一小半，还有一大半，今日就到这里了。接下来的路，等你能从这院子里面走出去之后再说。你谁呀你？哟，胆子很大，气势很足嘛，就是没有配得上的能力。一马关进天启城，还早了些。这个青笋也超级好吃，一会儿再给你拿点。嗯。姐姐，你快点儿，我都快吃完了。嗯，这羔羊肉可好吃了，你多吃点，我让仙儿待会儿再去拿一盘。嗯。星儿，怎么了？我呢，要去一趟北离的天启城。你在天外天替我遮掩，瞒过吴相使。什么呀，阿姐，你刚刚回来又要走，我就知道莫奇轩来准没好事儿。我以后看他一次打他一次。青儿，乖，我不听了，我今天是聋子，什么都听不见，我只吃东西。你就当帮姐姐一个忙好不好？青儿，等忙完了，我们北阙就能复国了，爹爹就能出关了。你不想爹爹吗？可是我更想你，每次都是我一个人孤零零的在天外天，我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。那我这次把心儿留下来陪你，好不好？小姐，青儿，去吧，早些回来便是。阿姐，你答应我，你一定要早些回来，不要让青儿等你那么长时间。嗯，好，我答应你。哟，醒了。哎，悠着点，这下可让你睡了一整个白天呢。你怎么在这儿啊？我怎么记着我是被一个老头给打晕了？哼，老头？哎，你还真别说，你这说话的语气跟我们师兄弟几个还真有点像。难怪老七看上你了。你在说些什么有的没的？这是在哪儿啊？打晕我的老头是谁啊？这里是稷下学堂，能打晕你的人自然是学堂的李先生。啊，不对，如果运气好的话，他也会是你的师父。那就是大名鼎鼎的学堂李先生。啊。堂堂天下第一，怎么还偷袭呢？师傅他老人家就爱开玩笑。行了，今天也是你第一天到学堂，带你逛逛去，走。哎，就见那老头不，老先生吗？哎，放轻松，叫老头我喜欢。不过话说回来，这老头并不是你想见就能见到的。别说是你了，
如果这老头吧不想见我们，我们几个师兄弟去求他都没有用。但如果他想见我们，就是我们跑到男爵去，他也能轻松的找到我们。哎，算了，我说不明白，走走走，快点吧，别磨叽了。嘿，谁磨叽啊？等等我。哎，你看现在天色已晚，不如我们去用个膳，丢了小猪怎么样？我请客。不怎么样。雷师兄。哎，对了，你听好了啊，这几天不准踏出学堂半步，给我老老实实在这待着。为什么？不用问那么多了，我这也是为你好。以你的身份，多少人盯着呢？再说了，你现在也不是学堂的弟子，你安分点吧。啊？我还不是学堂弟子，可你们不都告诉我我是李先生的关门弟子吗？孩子，谁给你这样的勇气和自信呢？你不过是老七找的一个备选罢了啊！雷师兄，雷师兄，对了，就在昨日，天启城最大的赌坊千金台开了一个新的盘子，就赌这次学堂大考谁会是那个老头阿不对，谁会是学堂李先生的关门弟子。虽然吧，你的名字呢还没有被世人所熟知，大家都以小先生所选代替，但是赔率出来了，1比1。1比1。哎，不错，看来我在大家心里还挺受欢迎的嘛。哼，那你知道为什么吗？我当然知道了，我又不傻。这肯定是小先生的功劳啊。这是一点，还有一点。什么？那是因为他们没有亲眼见过你。这千金台的涂大爷吧，虽然刚继承家业不久，年纪也不是特别大，但他的眼睛是雪亮的。但凡他看过你一眼，这个赔率肯定得改。你什么意思？自己品。雷师兄，走吧。这就是小先生和雷师兄带回来的那个，好年轻啊！当然年轻了，小先生才多大？小先生天纵奇才，谁能和小先生比啊？那他带回来的这传说中的关门弟子，可不得和他不相上下。哎，雷梦山，万一我最终没被选上，那我该怎么办？没大没小。若是师傅没有选上你的话，不用灰心，内院还有其他12位师范，他们也收徒的呀。万一他们哪天看上你了呢？应该不太可能啊。但是你也不用那么灰心，你想想啊，再不济咱们上外院去啊，外院大，好进。它呢，等于是天启城中那些贵胄公子哥们混个名声的好地方。像你镇西侯府的小公子，若是说你想去外院，别说什么时候了，明天你就成了外院的座上宾。但如果你也不想混名声，也不想混时间的话，你就等个机会，来年再考呗。但如果你来年再考的话，你就做不了李先生的关门弟子了。所以说我这么气势汹汹地杀到这里，很有可能再垂头丧气地滚回钱东城。没错。为什么我来之前没人告诉我？我们没说吗？不对，你这事儿不能怪我。你在来天启城的路上，你就已经展现出一副天启城是我要施展拳脚的地方，我已经准备好粉墨登场，而我跟萧若风只能起立鼓掌。谁呀？这都躲不过，上外院去吧。
可以。哎呀，百闻不如一见，一见大开眼界。果真如此？真是啊！据说有个外院弟子想测试一下他的功夫，拿个桃朝他的脑袋上扔过去了，他竟然没有丝毫发觉，被砸了个正着。所以说呀，就这么样一个人，怎么入得了小先生的眼呢？他在隐藏实力。不能，以小先生和卓墨公子的性格，他们不至于干这种事。除非呀，他真是个废物。那小先生为什么要个废物呢？谁知道呢？兴许过几年啊，他就不是废物了。好笑吗？徒儿呢？听去了去了。他也是个废物，干啥啥不行，吃啥啥没够。回头替我找个人，查一查小先生带回这个人的底。遵命。回来。去库房支1000两黄金，替我找个人压个注。压谁呀？哼，就压小先生所选。是。在安。尊师，如您所料，小姐独自前往天启。小姐行事优柔，似乎对复国之事也有所动摇，而且仅凭她一个人，怕是难将百里东军带回。你和齐宣一道悄悄暗中前往，必要之时，别好推波助澜一番。是。无法无天还没消息吗？无法无天二位尊师被如仙废了1半功力，断了经脉，先行遁走，自此便没了踪迹。我们的人后来去找，也没找到。也罢，此次我让吴作随2人同往，他已先行一步，必要之时，他会出手相助。我们离家的时间太久了，久到许多人都忘记了家乡的味道是什么。只有教主出关，大家同心协力，我们才能再回去。雨季定赴汤蹈火，万死不辞。你说什么？你是我最信任的人，你竟然把小姐的行踪告诉吴相使。形势所迫，不得不为。我去你的形势所迫，不得不为。齐宣，别忘了我们要回家。尊师，让我们合围，隐匿暗处，推波助澜。何时动身？明日。我知道了。你走吧。
完全没什么作用啊！不是，你真用不出半点内力啊！你怎么到现在还以为我是装的呢？我都说了，我不会，真的不会。不可能啊！你没有那内力，你怎么用得出西楚剑歌的呀？我知道了，定是你的师傅用了什么法子，把你的内力全部给封住了。这样吧，我呢先教你一套吐纳的内心功法，看看能不能把你的内力引出来。不用谢我，看来我得收拾回乾东城了。如仙的徒弟，竟是这么容易放弃之人吗？你谁呀你？说了你也不懂，干嘛告诉你？这些剑招果然精妙，知道剑妙便好。不过空有剑招，没有内力，不堪一击。都说了没有内力，拳头又能有多大能耐？停！不打了，你也别考验我了，我武功真就这样，没什么藏私。考验？你以为我是谁啊？你难道不是学堂里那些外院弟子之一？雷凤山说的没错呀，天启城藏龙卧虎，我这一趟算是白来了，回去又要被世子爷给嘲笑死。此前听闻了不少你的事情，还颇有些神往，这才过了几天啊，竟变得如此垂头丧气。你若是敢羞辱我，你小心我，我可叫人了我。你身怀绝世剑招，却因为被一些凡夫俗子打击了一下，就失去信心了。你不是学堂之人，你知道你师父为何以药酒培养你，硬生生给你修了满身内力，你却一丁点都用不出来吗？你究竟是什么人？怎么会知道这些？我知道的还远不止这些，我还知道很多你不知道的事情。你师父之所以如此为之，是害怕此事还没有到时机就被人发现，所以给你下了一道禁制，封住了你的内力，除非当你也难以自控的时候，比如醉酒。你是我师父的朋友，可你声音听起来很年轻啊。年轻不代表弱，学堂李先生西楚剑入2000成名的时候也不过是年轻人。我和如仙不算朋友，但是有过一段机缘，我欠他一个人情，所以现在是时候该还他这个人情了。你能帮我解开禁制？贸然解开禁制，被封多年的内力会瞬间涌遍全身，你不死也是个残废。再说了，我才不会用这么粗暴的办法。我的办法是唯一，也是最好的办法。什么办法？让你的内力一点一点的、慢慢的融入你的身体。怎么做？学习内功。呸！说到底，你还不是跟雷梦莎一个套路？去，就剩几天的时间了。若是内力几天就能练成的话，那岂不天下全是绝世高手了？真当我是傻子呀？可你和他们不一样，我说的内功和雷梦莎的也不一样。今晚我再来。今晚我没空。弱者没有说不的资格。你。
长，王师叔，你回来了！吃完这个，还剩一个。再吃一个，就只能等来年了。唉。玉珍。师兄，小师叔。玉珍，桃子还没吃完呀？对呀，但只剩最后2个了。师兄，你说为什么只有夏天和秋天才长桃子？怎么不1年4季都有桃子吃呢？冬日万物沉眠，才有春日百花盛开，夏秋得成正果呀。世间万物本就有法可依，顺其自然就好了。可我日日都想吃桃子。万物有法，那我就变其法，让它另有所依。师兄，山下好玩吗？还成吗？有美酒，有佳人，让我耽误些日子。我也想下山去玩。看，师兄给你带了什么礼物？剑。这不是普通的剑，这可是当年昆仑剑仙所留下的。玄阳剑剑胚所铸，人间至暖之剑。你把这柄剑埋在地下，能让整个院子四季如春。你啊，再把离火诀练得好一些，到时候冬日里想吃桃子也不是什么难事了。这柄剑如今叫什么？火神。真难听。这样子也可以啊？对呀，这样才可以嘛。一行，你回来了。山主，你们先聊着，那我就走了。那去玩吧。师父，小师弟他又提了下山的事。小玉珍出生的时候，我给他批过命，无论是山门秘法和剑术，他都将是望城山100年之最。不过有得也有失，他此生终将待在望城山。倘若下山，天难将至。他不认命，他总认为人命可以扭转天命。真的就没有别的办法吗？不见天地，又怎能见自己？要是有，你让我这个师傅来想，你不要多管。行吧，您老人家就爱什么事情都往自己身上揽。没什么事的话，我就先回去了。一路上也没洗个澡，身上痒死了。回来。你是不是路上遇见一个人，叫百里东君？哦，您不说我还忘了，西楚剑歌的传人，大开眼界呀。他去了天启城。去就去呗，年轻人长长见识，不也挺好？巧了，你也要去。为什么？我才刚回来，屁股还没坐热呢。这不，马上学堂大考，你一定要去。师父这是要我改拜师门，拜入学堂。这我一心只想留在望城山。
学堂什么的。哎，今年李先生还收徒弟吗？就你也想入学堂？学堂大考只是让我们宗门派一个人过去。什么？为什么又是我？我也想认认真真学习功法，装一装那世外高手，认识认识山下漂亮的妖妹。因为只有你认识百里东君，让你去天启，只是让你留意这个人。西楚剑歌的传人，将来定会掀起惊涛骇浪。但这关我什么事吗？日后你问鼎武林，他一定是你的对手。问鼎武林，师傅，你还真的是看得起我呀。上场了，这会不会太羞耻了？哎呀，来嘛，来嘛！去嘛，云哥，葫芦是啥嘞？哇！云哥加油！我乃是白羽剑仙的朋友，青羽九仙。哇！嘿！云哥，叶伯伯，依依，东君来看你们了。云哥，你知道吗？我马上就能完成我们的约定了。现在我酿的酒，全天下没几个人比得过的。等过几日，我就去挑战碉楼小筑的邱露白，等我打败了他，便能成为名扬天下的酒仙。不过现在我决定，我连你的这一份也一起完成了。我不仅要做酒仙，还要做那剑仙。云哥。